你相信吗？你所遇到的所有的人和事儿，其实都是遇见了自己。有人抱怨自己遇人不淑，有人感慨常有贵人相助。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磁场，吸引着跟你相同的人和事。你有什么样的磁场，你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。如果你的内心充满了阴暗色欲，你就难遇才子佳人；如果你的性格叛逆狐疑，你就难遇良人知己；如果你心怀慈悲、宽容阳光，你就会左右逢源，合于大道。所以不用抱怨环境，你所有的遭遇早已在你的内心写好了剧本，你所做的就是如实关照己心。01，这世界没有别人，只有你自己。这世界没有别人，只有你自己。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吧？为什么我说别人不存在？其实搞心理的人都懂，每个人对自己面对的一切承担100%的责任，所有的呈现都是自己认知的投影，所以所有的清理和疗愈一定是在自我这个投影源中完成的。究竟怎么理解？为什么是这样的？3个维度会让你豁然开朗。第一个维度，别人只是你的镜子，你有什么你才能看到什么，你永远无法在别人身上看到你没有的东西。这个没有不是物质世界的不拥有，是没有链接，在你心里无法引起涟漪和共振的地方。你看见别人善良，是因为你本性善良，因为在恶人的眼里，他的善良可能只是个妥妥的傻瓜，所以你从别人身上看见的东西，无一不来自于你自己。第二个维度，别人永远守恒，世界已经按照你的最佳利益配置好了一切，也全然地允许你去拿一些东西，交换一些其他的。你拥有的一切，所有的召见，都是让你看见你身上拥有的东西。你可以在每一个当下做出你的选择，得到什么，舍弃什么。第3个维度，每个人都活在自己构建的世界里，你消失了，这个世界就随之消失。就比如你心情好，你看这个世界就是绚烂多彩的，花美人也美。当你心情烦躁时，你看这个世界就是灰暗的，花也很平常，人也很冷漠。当你离开这个世界时，你眼中的世界就随之消失，陷入一片黑暗，不复存在。这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你这个第一视角存在而存在的。我知道可能今天讲的内容比较深，但如果你能够理解并从这个视角去看世界，那么你就会惊喜地发现，你来到这个世界就等于进入了一个大型的游乐场，每个人都被赋予了不同的出身、角色、旅程、经历，一切似乎都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。很多郁郁寡欢的人会哀叹命运不公，其实悲哀的不是命运，而是他对结果的在意，对当下的不满。但你不玩就能阻止游戏的进程吗？不会。生老病死你无法阻止，与其这样，不如痛痛快快地玩一场，反正来都来了，不玩白不玩。就好比你去游乐场，人家都玩得又哭又笑，又激动又刺激，
你却站在一旁看着别人玩，那还有什么意思？我想，这就是从这个世界没有别人，只有你自己这个角度理解世界的意义所在。当你理解了这一切，就会进入到一个新的状态，叫做玩的状态，去体验，去经历，酸甜苦辣咸，成败得失都是体验，无关结果，唯有经历。02，这辈子碰到的每一个人，其实都是你自己。当你参透了所有的遇见，你也就读懂了自己。其实每个来到你生命当中的人，某种角度来说都是为你而来，都是带着使命而来，就是认识你自己，认识你自己具足的那部分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遇到的那些你喜欢的人，他的善良都是让你欣喜的，都是让你有共鸣的。而那个共鸣来自于哪里？背后都是你拥有的那些素质。反过来，当你碰到一个十分讨厌的人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很多的矛盾其实并不是你和别人的矛盾，而是你跟你自己内在的那个我的矛盾。因为你不接纳那个内在的我，那是你内心深处曾经被压抑的部分，尤其是我们童年中很多的阴影，实际上有一部分是你又渴望它，又没有办法打倒它，于是你有任何的内在的冲突，都会在外面的世界显现出来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我们人生当中，如果没有办法让自己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，我们会不断重复地碰到一个我们不想碰到的，希望远离的人。同一款像父亲的男朋友，换了男朋友以后，甚至在结婚的依然是同一款，这背后都在提醒什么？这就是你那份要完成的功课。因为我们曾经没有毕业，所以我们才会重新来到人间，面对这些我们没有能够过的坎儿，没有和解的关系。如果你有这个意识，能够重新审视自己，全然的面对，接纳真正的我，你的世界就没有了冲突，于是你跟外界的关系也和谐了。等你毕业那一天，所有的业都烟消云散，没有我，没有我和他的分别，你充满了智慧。那个时候，也许你就不用再重新经历这些让你苦的东西。从因果业力流转角度更好理解，其实我们这辈子碰到的每一个人都是重逢，都是你必然会碰到的。而那些所谓错过的人，其实往往承载着我们未能活出的自我。我们错过的东西，往往是当时我们并不能够欣赏，而事后觉得很后悔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但是为什么当时你没有得到的，事后才想起来呢？很有可能是你未能够表达的勇气，可能是某一种你被压抑的情绪，你不想要的那个东西。所以很多的时候，这个错过实际上是你在当下的时候没有办法跟它匹配。所以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有缘人，请不要沉迷于你曾经的错过，那一段哀婉的故事，而想一下，在一个错过的背后，你有什么可以成长的空间？其实每一次的错过都是一种自我保护，在当时你不具备那个情况下，其实错过是必然的。你真正不要错过的，其实不是那个事，不是那个人，而是不要错过这个成长的契机。
也就是说，你碰到众生的每一次机会，实际上都是一次审视自我的机会，了解自我的机会，甚至是在觉醒的机会。从能量的角度就是，你所有的相遇吸引来的都是跟你能量匹配的，物以类聚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不走到高处的话，你总会碰到同样的人，总会碰见同样的事，同样的麻烦。我们要做到的不是沉迷于冲突之中，而是超越于二元对立那个冲突，走到了最高处。其实想想，所有修行的觉悟，就是不断地超越于那个二元对立，回到那个道，回到那个道生一的阶段，回到那个源头。所以我们是借着众生来了解自己，来成就自己。众生是我们最好的老师，尤其是那些让你厌恶的众生，那些让你吃苦的众生，都是你成长的契机。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了知自我，而世界上最难了知的就是自我。那我们怎么在见众生中见自己？见众生其实就是在见自己。佛学中的唯识宗告诉我们，万法唯心造，也就是说，你看到的所有的人，甚至是你经历的所有的事儿，你看到的所有的世界，其实都不在外面，都在你的内心。也就是所有的一切，其实都是你内心深处自己的投射。那么，如何让你的世界变得美好，并不是改变外在的世界，去找到另外一段的关系，重新找到一个另外的恋人，而是改变自己的心，让自己的心升到一个高度，能够接纳原来的自己，能够接纳和包容万物。于是你就可以被万物所感动，你就可以跟万物共鸣，于是你就获得了世界上最难获得的安宁和自在。03，别人眼中的你不是你，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。所有的修行的学问最终都指向这一处，但是我发现真正明白他在讲什么的凤毛麟角。这句话最早出自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叫萨特，原话是：别人眼中的你不是你，你眼中的自己也不是你，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。很多人听到这句话的第一反应是，那不对呀，如果我看到一个人很自私，难道意味着我很自私吗？不可能啊，我一辈子努力积德行善，这不合理。这就是这句话的难解之处。其实他指出的是心理学最原始也是最广泛的防御机制，叫做分裂。在佛家就是分别心。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很自私，不意味着你很自私，但意味着你对自私和善良有很强烈的分别心，在你的内在有一种矛盾和冲突。这就是你的修行功课，因为这个分别心其实会让你变成一个不善良的人。比如说，你对自私的人，你会充满着不解、愤怒、抱怨，甚至你有可能有一天在背后跟亲近的人说，这个人不好，太自私。就在你背后评价人家太自私的一瞬间，你就不善良了。因为当你厌恶自私的时候，就会把它掩埋在你内心的阴影面，就会对自私的人、自私的行为充满恶意。在你活埋自私的时候，
你就很难活出和它相关的美好品质。也许你会变成一个无法为自己而活的人，也许你会对自己内心的欲望无法坦坦荡荡，你总是委屈自己，很难拒绝别人等等。这就是这句话可以给你的启示。那么当一个人他如果能够把善良和自私都整合到你的生命当中，他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不会再做老好人，总是牺牲自己，委屈自己。他会边界清晰，做自己喜欢的事儿，交自己喜欢的朋友，拒绝不喜欢的邀约。与此同时，他会最大限度地做到共赢。如果光自己高兴，让别人难过，那你就是损人不利利己。但如果你老让别人高兴，自己憋屈，那你就是愚蠢的老好人。这两者都不是共赢，共赢是你让别人高兴，自己也高兴。所以真正的善良其实不是一种品质，而是真的需要能力的。如果能够参透这一点，你不会再用一个非常分裂的目光在你的心中创造一个好人和坏人，善良的人和自私的人。你会允许好和坏同时存在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大师在面对世俗意义上的坏人时，依然可以保持接纳并且点醒他，因为在他的心中没有善恶之别。如果你真的理解这句话，你会开始醒悟，当我评价一个人自私，不是我自私，是我对自己的自私有强烈的评判。当我评价一个人尖酸刻薄，不是我尖酸，是我厌恶尖酸，同时我也相应失去了精准、毒舌、犀利等相关品质。当我讨厌一个人，他总是愤怒，我就厌恶自己的愤怒，我就失去了相关的力量感、捍卫感、笃定感。用这句话作为一个警醒，提醒自己，关照自己。我的眼睛所望之处，没有别人，只有我自己。芸芸众生都是千万个我，是我的千万个面相。所有的修行都指向这一处。04，从出生到现在，你其实一直都是在跟自己玩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请你回忆一下，如果你从小就特别重视钱，那么当你看到有钱人，就会觉得自己低对方一等，向对方卑躬屈膝，不敢大声说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你自己对于金钱方面的自卑。当你看到美女，你紧张到不会说话，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，这是你对自己能力和形象的自卑。也就是说，你对待外界所有人的态度，都是你自身内心世界的外部投射。如果你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人心眼都特别多，都不值得信任，都是坏人，这证明你自己是一个心眼多的人。如果你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和你作对，那么一定是你自己的某种性格有问题，引起了别人的反感。相反，如果你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对你特别好，那么真相并不是别人都那么好，而是你自己的性格好，所以才赢得了别人的喜欢。所以说，我们对世界上所有人的喜怒哀乐，反映的并不是这个世界的问题，而是自己的问题。心理学上有一个 ABC 情绪理论，
更是从科学的角度对这个哲学问题进行了更详细的解释。其中 A 表示的是激发你情绪的某件事， B 表示的是你自己的信念，也就是你对这件事的看法， C 表示的是自己产生情绪和行为的结果。举个例子，别人骂了你一句，这是激发你情绪的事件，你心想别人骂我，我就应该骂回去，这就是你的信念 B， 然后你和对方大声地吵了起来，这就是结果 C。 情绪 ABC 理论认为，影响一件事最终结果的不是事情的本身，而是你的信念 B。 也就是说，你之所以与别人吵起来，不是因为对方骂了你，而是因为你对于别人骂了你这件事的解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接下来我们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。一是激发你情绪的事件，改变很难，因为客观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。你在买东西的时候，就是会遇到态度不好的服务员，你与陌生人沟通的时候，就是会有人对你的态度非常恶劣。改变 C 也很难，因为当情绪爆发之后，我们就很难控制自己的行为。如果你愤怒的情绪上来之后，你的肾上腺素就会飙升，你就会很容易失控。你恐惧的情绪出来之后，你就是想要逃避困难，这些都是刻入潜意识的应激反应，非常难以改变。相对来说，最容易改变的就是 B， 也就是改变自己的信念。当你看到一个人对你恶言相向，如果你想的是他竟然对我说话这么难听，我一定要让他好看，那么你们一定会爆发冲动，让小事变成麻烦事。然而如果你的信念转变了，你这样想，他对我说话这么不客气，他的生活一定很困难吧，他是一个可怜人，过得肯定不如我幸福。想到这里，你就不会与对方斤斤计较。你发现了吗？信念的一个小小转变，让你的情绪从生对方的气变成了可怜对方。类似的道理，当你遇到困难之后，如果你想的是太难了，我根本做不到，那么你的行为就会是逃避或者拖延。反之，如果你改变信念，心想这件事怎么这么有趣呢？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定。像这样把挑战困难当成是一件有趣的事情，那么每当遇到困难，你就会特别有精神头的想要挑战。看到了吗？信念的转变也可以让你从害怕困难变成喜欢挑战。总的来说，可以用一句话概括，那就是影响你最终情绪和行为的不是这件事本身，而是你对这件事的解释与看法。总之，你对外部世界的一切看法，其实是你自己内心世界的外部投影。同样是半杯水，心态乐观的就会开心地说还有半杯水，心态悲观的就会担心地说只有半杯水了。水的多少没有变，变的只是你的信念和你对发生在你身上的客观事实的解释。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就能调整自己为人处事的信念，从而活得更加通透和乐观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关照己心。
愿你看见世界的同时，也看见自己的本真，安乐随行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